法国总统马克龙于上周刚结束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在返回法国的专机上，他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态，欧洲要避免因台湾议题被卷入美中冲突，强调欧洲要战略自主，不应成为美国附庸。马克龙还强调，法国或将主导欧洲成为第三个超级大国。访华期间，马克龙频发推文，持续引发热议。7号晚些时候，马克龙在推特上用中文、法语、英语3种语言赞美了法中友谊。他称：“我们在一起，大有可为，法中友谊万岁。”8号凌晨，马克龙用中法双语发文，表达了对广州的感谢。而马克龙在结束访问返回法国的空客 A330 专机上，接受了美国政治新闻网、法国《世界报》和《回声报》3家媒体的访问。他表示，欧洲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并避免卷入美中在台湾问题上的对抗，并强调了欧洲战略自主权理论，认为法国可能会主导落实该理论，欧洲从而成为第三个超级大国。他说，欧洲人面临的问题在于，在台湾问题上加速危机的发生，对我们有利吗？没有。更糟的是，欧洲人自认为应该在这个议题上成为追随者，根据美国的节奏和中国的反应做调整。这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即欧洲不能成为美国的附庸。参与采访的政治新闻网分析称，马克龙显然同意中国所主张的欧洲不应干涉台海议题的观点。在谈及台湾问题的时候，一方面法国担心当欧洲安全的波澜未平的时候，亚洲危机又起，而同时呢，法国方面也强调的是，在进行政策选择的过程当中，对于北约来说，更多的要聚焦当下的重点，而并非为美国而分散精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0号对马克龙的说法回应称，希望各方认清台湾问题的实质。当前台海和平的最大威胁是台独分裂活动和美方对其的纵容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当前台海和平的最大威胁是台独分裂行径和外部势力对其纵容支持。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实质，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马克龙在采访中还特别强调，绝不能依赖美元的治外法权。他提到，俄罗斯、伊朗等多个国家近年来受到美国制裁的打击，这些制裁基于不允许这些国家加入以美元计价占主导地位的全球金融体系。马克龙警告，美元的治外法权可能会迫使欧洲公司放弃在第三国的业务，或面临违反制裁的风险。马克龙还称，欧洲在武器和能源方面对美国的依赖加强，现在必须集中精力促进欧洲国防工业的发展。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合作研究员、巴黎天主教大学教授埃马纽埃尔·林科表示，法国的这一举措值得欢迎，它反映了针对时局的大胆和明智。法国不想在经济上脱离中国，从战略角度讲，法国也不想如美国所希望的那样陷入与中国对抗的逻辑。事实上，自去年年底以来，欧洲领导人接连与中国领导人会面，这与美国访客的缺席形成鲜明对比。观察指，诸多因素表明，欧盟与美国不但在对华接触方面志不同道不合，同时在对待中国扮演推动俄乌和谈的促进者角色方面，也与美国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这就意味着，欧盟与美国在相关问题上开始进入一种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的分裂状态。值得指出的是，在6号中法元首会晤时，马克龙表态，法方坚持独立自主外交，主张欧洲战略自主，反对搞对立分裂，反对搞阵营对抗。法国不会选边站队，而是主张团结合作，大国关系保持稳定。7号，中法元首在广州举行非正式会晤时，马克龙称，法方赞赏中方始终支持法国和欧洲坚持独立自主和团结统一，愿和中方相互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法国总统这一次的访华行程，从西方的视角来说，进行反思的首先是如何看待中国发展，同样也是如何评估美欧之间伙伴关系，是不是美国优先已经消失，还是呢美国现在仍然以一种隐性的美国优先来对盟友
在外交政策方面进行进一步的套路。所以现在呢，可以说欧洲在进行评判的过程当中，应该说美国方面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之下，对于欧洲施加影响，这是一个总体的态势，某种程度压制了欧洲内部，包括法国在对外政策方面表达更多自主的机会。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马克龙表示，欧盟必须顶住成为美国追随者的压力，并力争成为世界第3极。对此，您是如何看？记得习近平主席早前访俄会见普京的时候，曾经说过，当今世界秩序正迎来100年未有之大变局，并邀请俄罗斯一道参与推动这个变局。我认为这个大变局的核心要素就是反对美国单极化霸权，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多极化世界秩序。中国、俄罗斯、欧盟等国家和地区都将成为多极化世界秩序中的一极。马克龙的表态不仅完全顺应了中方的判断与呼吁，而且有很多说法甚至是超出了外界的预期，包括反对美国将意识形态问题与经济问题挂钩，反对美国将美元武器化，反对美国推升台海危机等等。这些都意味着在推动世界秩序1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上，继邀请俄罗斯之后，中方又成功说服了法国，让他也加入到了变革阵营中来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法俄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未来在安理会就此展开博弈的时候，中法俄已经对英美形成了3打2的局面。那您认为是什么原因让法国也加入到了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队伍中呢？我认为这首先要得益于中国对于中法关系长期以来的努力经营与投资，尤其是在马克龙这次访华行程中，中方不仅给予了超高的礼遇，而且跟法国签订了一系列的经贸大单，让马克龙可谓是满载而归。当然这只是因素之一，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自从戴高乐执政以来，法国在外交领域奉行的就是所谓的平衡战略，不仅反对欧洲成为美国的附庸，甚至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还跟美国唱反调，成为了国际上制衡美国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是马克龙在反制美国霸权上之所以会如此表态，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欧盟被美国捆绑得更结实了。这不仅背离了法国的基本国策，而且让法国产生了深重的危机意识，所以中法两国才会在这个问题上一拍即合。我想这就是中方在接待马克龙的时候安排演奏中国古曲流水的用意所在。这等于是在告诉马克龙，在反制美国霸权与构建多极化世界秩序上，我们是一对知音。那中法联手推动世界秩序的多极化，最终能够一帆风顺吗？我认为这些年来，中国在反对美国霸权、推动世界秩序多极化的战略与战术，其实是一以贯之的。也就是第一，强化与俄罗斯合作，以及支持欧盟战略自主，通过这2极的壮大来反制美国的霸权，尤其是反制美国企图捆绑欧盟一起遏制中国的企图。第二，鉴于欧盟内部在反对美国霸权这一问题上立场并不一致，中国又通过联手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老牌强国的方式，来影响整个欧盟的对华立场。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方还面临着几大难题，或者说是几个不确定性的因素。其一是来自美英澳等国家的阻拦。假如美英澳与法德在这个问题上分歧进一步凸显，那整个西方世界有可能就会一分为二，也就是以美英澳新加为一个阵营，法德意为另外一个阵营。其二是欧盟内部的不同调，包括欧盟这个组织与法德等国家的不同调。在马克龙与冯德莱恩联袂访华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刻意高调赞扬冯德莱恩的对华态度与政策，并间接地批评了马克龙。这说明两者的分歧正在加大，同时也包括法德意等传统欧盟大国与以波兰为首的中东欧国家的不同调。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将会导致欧盟内部的分裂。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